你坐吧。我上次来过，老尼已经告诉你了吗？我什么也不知道。哦，常奎娥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的法号，实在是冒昧。繁盛祖歌，你已经让我感到很陌生了。我实在是后悔，不该再打扰你的修行，让你为难，让你难受。实在是我不好。你无论怎么对我发脾气，我都……个人有个人的缘法，佛门是不讲发愁的，佛不审判众生，佛是不会发脾气的，也不送人入地狱。人做坏事是会下地狱的。人是自我惩罚才下地狱的，不是佛惩罚他下地狱的。佛不但不送人入地狱，还去地狱救那些人出来。地藏王菩萨说：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？你还有一点悟性。佛法鼓励人入地狱去度众生，你不会是走到地狱之门了吧？师父说你有要我帮忙之处，但请讲来。算了，我本来就不该来。佛讲助人，我今天见你，又想帮你，这是我佛跟浅的缘故。你但说无妨，是不是你在皇上那里又遇到麻烦了？是这样，皇上并不知道你出家的事。是你不敢说实话。是的，前几天皇上突然问起你，还问起你是否有了身孕。啊，抱歉，皇上很想见你，我推脱了几次，实在是推不过了。皇上说，若是你再不进宫去看他，他就要到宫外来看你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因此我想，想请师父去应付应付。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让我去帮你演戏，求得你在皇上面前的平安，未免太过分了吧？啊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是我的不对。其实我本来就不该有这个非分之想。我一看到你，就已经后悔了。哎，停一下！停！哦，你把这个交给御林侍卫。好。站住！干嘛的？啊，给皇上送信的。在这儿等着。哎呦，你快想个辙呀！发昏当不了事儿，当初干嘛去了？烧的你呀！赏你个如花似玉的宫里人，你不好好的给伺候着，你倒给人家气受。这个我说给你听，你也不懂。哎呦，还最硬呢！你不给他气受，他好好的诰命夫人不当，跑到尼姑庵去出家呀，那不是犯傻啊？李公公，这事儿还有劳您挡挡驾。他要穿的尼姑衣一露脸，那就全砸了。哎呦，你以为人家还会来给你撑面子啊？你做梦去吧！这事儿我办不成了。再说了，就算我挡他驾，不给他奏报，他照样能进宫来。他在宫里待了一回，管事的内官哪个不认得他，哪个又不给他面子？哎，万一他在皇上面前说几句，告你一状，那你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我看，人家做蜜不甜，这做醋可就酸着呢。看来是祸躲不过呀。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向皇上直说，
我看今儿皇上挺乐呵的，趁着他龙颜大悦，也许能躲过去啊。那不成。哎呦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请。完了，人来了吧？贫尼跪额参见皇上。常贵娥，你怎么这身打扮？小尼已经出家很久了。李福全，奴才在。吴启觉呢？把吴启觉给我叫来。这，皇上且慢，且听贫尼一言。皇上，切不可责罚吴侍卫，他并没有过失，要出家也是小尼的心愿。当初他也不许，并且声称要来奏报皇上。可是小尼的心不可动摇，他也没办法。就是皇上您也管不了佛门吧？这。朕这里没有蒲团，坐吧。这不是折煞小尼吗？朕也读过一些佛经，佛法讲究平等，在佛门弟子面前，朕不能高人一等。坐吧。阿弥陀佛。是不是因为吴启觉对你不好，你伤了心，所以才出家的？贵为天子，皇上理解的佛门也稍显局限，以为佛门是逃避苦难的地方。佛家讲忍，能行忍者，乃可名为有力大人。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也就是说，所有修行正果，会因为不能忍，被一念嗔火所毁灭。真没想到，你如今已经可以在朕的面前讲佛法了。可惜朕是凡夫俗子，没有修行的缘分。其实皇上也可以修菩提心的。菩提心？菩提心就是善待自己和善待其他人是一样的，要尽你的可能去解脱一切众生的痛苦，使一切众生都能有佛的知见和成就。你说的这个菩提心，朕就有。朕关心黎民百姓，劝农桑及盗贼，赈灾惩贪官，兴修水利，祈求风调雨顺，使四海升平，百姓丰衣足食。皇上所说的菩提心，只是皇上的责任，而非佛门的菩提之心。佛门的菩提心是指心灵的菩提心。人们常常要扪心自问，利己还是利人，还是夺他人之所欲以满足自己的私欲？你所说的有些像是圣人的修身之道。贫尼有几句实话想对皇上说，皇上能保证不发怒吗？朕在佛门弟子面前早已不是君王了，请直言吧。我为什么要出家？是求得一种解脱。其实皇上的赐婚只是您个人的意志，是不会美满的，又何来菩提之心呢？我之所以出家，是因为我感受到了吴启觉对阿曼的爱，他感动了我。讲下去。我尊重他，成全他，给他留下一线希望。因为有我在，就会永远堵塞这道希望之门。皇上
如果真的想修菩提之心，何不从吴启觉和阿曼入手，成全他们，成为天下美谈？到时候，普天之下的人们都会认为，当今皇上是一个有菩提心的君主。请。发什么呆呀？等着皇上发威吧。李公公，皇上的神情如何？挺怪的，瞧不出来高兴，也瞧不出来生气。吴大人，皇上有旨意，放你3天假。这3天你不用来了，也不用上去谢恩了。李公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皇上要开我的缺吗？连我也弄不清，这是犯了哪条规矩啊？连你我都猜不出皇上的心思，怕是世上没人能猜得出来了。还有一个人，不妨你去问问。谁？阿曼呐，你知道的。他也未见得明白，反正凶多吉少。老爷，老爷，您的故乡有个老朋友求见。什么人？有名帖吗？我跟他讨要名帖，他说他那张脸就是名帖，这人挺狂的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老爷，这人手里还拎着个见面礼呢。您猜是什么？有这么高，这么粗的一个小竹筒。我猜这里面的茶叶，最多也就2两。狂人自有狂人的道理，走看看去。老爷，你太抬举他了，我去把他叫来不就完了吗？别，走。老爷，老爷。老爷，石大人，大人肯屈尊出迎一个连名帖都没有的不速之客，令我感动啊！请问足下是？大人知道姚启圣吗？我是他的书伴。原来是姚志台府上的人，快请进，快请进啊！大人回头尝尝家乡茶啊，是安溪铁观音，是姚大人命我带来的。家乡的茶就是香啊！来，请坐，快请坐，请。我和姚大人虽素昧平生，但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。未曾谋面就成朋友了？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和他是隔山之交，隔山而不隔心，是因为道相同。他常常给我写信，我们也算是神交吧。连皇上都说我和他定是亲朋故旧，这还不算是朋友吗？哎呀，要是姚启圣大人听到大人这番话，那他肯定激动不已呀！姚公是怎样一个人呢？怎么说呢？一个极普通的人，
只不过他想为国为民做点事情。再者，姚大人他还想当一个不留骂名的清官。大人为何发笑啊？难道我有什么好笑的吗？真神在此，恕师郎肉眼凡胎，没有认出，足下非姚大人书办，足下就是大名鼎鼎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姚大人是也，请受师郎一拜。哎，不敢呐！师郎就是师郎啊，要想在您面前瞒天过海，还真不容易啊！啊，师祥啊，快准备酒菜，来不及就到天桥馆子去叫。今夜我要和姚大人痛饮一番呐！是老爷。开门！快开门！快点儿！开门呐！快点儿！快开门！啊，来了！你干什么呢？又插门！姚云姐呢？哎呀，你别疑神疑鬼的，她没来。哎，肯定是在床底下。哎，你别闹了，怎么可能躲床底下呢？我非看看不可。哎，你啊，你听我说，我可不是白痴，我得自己看看，看看我们的施大人画的是什么宝贝。这是什么？你原来在屋里鬼鬼祟祟的，是在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啊！我一直拿你当正人君子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不过是随便画着玩的。你还在撒谎！我终于明白了，你一直拿我当幌子，我还以为你真带我去澎湖玩呢。原来你是个奸细，我真是瞎了眼了。海龟，你背叛我！事已至此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你看着办吧。你要是想要出手，我也只好硬挺着。你还敢嘴硬？你以为我喜欢你，我就不敢告发你是不是？那等着瞧！海葵，哎，海葵，海葵！姚大人此次进京，不知是避见呐，还是升任六部？都不是，我是心血来潮，灵机一动就来了。请。大帅是真有个性啊！但不知为何进京？确切的说，是为仁兄而来。你看啊，我上午刚到京城，此时就坐在你府上饮酒，还不能说明来意吗？啊？是否台湾出现了良机？你我神交已久，从来无私。要说共通点，也就是台湾了。没错，一猜就中。皇上不是说一南一北有2个对台湾入迷的人吗？你我今儿个终于见面了。台湾一定发生了大事，否则大帅不会不远万里赶往京城啊。没错。仁兄看看这个，
时是大事啊！延平王一死，他们内部开始火并，势必削弱他们自己的力量，无暇旁顾。在这个时候，鹰角玉府定然会成功。当然，饺子当头，以角逼和。如若冥顽不化，势必一角到底呀！仁兄真是个急性子，刚知道这么点信息啊，就把一整套平台方案全端出来了。大帅啊，从行文上来看，令爱在台湾扮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姚公为了台湾，把女儿都豁出去了。仁兄不是也把爱子舍出去了吗？世宗儿不知现在在台湾如何，我已为他背了几年的黑锅。皇上也知道，可就是不问，越是不问，说明对我越有疑心。哦，世宗的事由我来担保。我给世宗写的担保信，家女不是已经送到府上来了吗？可这是有口说不清楚的事啊，谁能把这件事情抖了清楚呢？恐怕这也是皇上不采纳我鹰角玉府方针的主要原因吧。啊，也不尽然，在当时的条件下，皇上忽而以府为主，忽而剿府兼顾，这都是根据当时各方的形势而定的。以我之见，真正的转机就在当前呐！不信，你我拭目以待。那姚公何时觐见皇上？越快越好。今儿个我见到了仁兄，心里就有底啦。来，干干！来啊，把酒斟上。是老爷。你到底有什么事啊？把人叫出来，你又一声不吭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说，也许我们真的要大祸临头了。你能不能不兜圈子，痛快点儿？我真没用，海防图白化了，不但让海葵发现了，而且还让他拿走了。你怎么能这么大意呢？我给他开门前，已经把图藏到床底下了，可他以为你在屋子里，为了找你，他就把图给翻出来了。他认出来是什么了吗？你也太小看他了，他连奸细的话都骂出来了，还说什么认出来认不出来。他哭得很伤心，说我利用他当掩护，更难听的话还没出口呢。那当然是欺骗他的感情了。也难怪他生气伤心，将心比心。要是有人这样对待你我，我们能不反感吗？他最伤心的还是感情。那你现在换过来，遗传旧案，把真心给他，不就万事大吉了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斗气开玩笑？我不是开玩笑，他不会出卖你的，因为他喜欢你。他喜欢我不假，可是如果他喜欢的人要把他的家族、他的一切给葬送了，他还能喜欢他吗？这推论对一般人是适用的，可是对有着海葵这样的人生经历的人来说，他的感情、好恶就是一切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得做最坏的打算，准备被他出手。请。啊，爵爷。是不是钱又赌光了？我这儿可不是开钱庄票号的，我可没有钱让你吃喝嫖赌。哎呀，小的哪敢得寸进尺啊！小的整天想的就是如何报答爵爷对我的栽培。哼，上回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说出是监国让你把唐妃推下海的，让监国受了惩治。这件事儿你还算是有功的。可这本来是海葵让我干的啊！住口！我再忠告你一回啊！你记住，至死也不能改口，一口咬定是监国让你干的啊！反正也死无对证了
啊，不改口也成，只是便宜海葵了。小的不明白，这为什么呀？你个猪脑袋！猪脑袋，猪脑袋。海葵是唐妃的亲生女儿，她把自己的亲娘推下海了，那唐妃脸上有光吗？哦，就连她刺杀我都忍了。海葵的亲娘如今是太妃，弟弟是延平王，怎么？你还想让他们出手啊？小的知道了，不说就成了。哎，爵爷，你还有事吗？小的还有更机密的事相告。是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施世宗他是奸细。说详细点。我呀，早对他有疑心了。我看他的投降是假的。大人，您在金门的时候，他就和海葵在澎湖列岛上挨个的转，还涂涂写写记下什么。回来以后，我就发现他常常锁在房间里头，不知道他画什么图呢。我一直没有拿到真凭实据，现在可让我抓住了。快拿出来让我看看，什么图啊？现在还没有到手，图在海葵那儿呢。怎么？海葵也是他们同伙？哎呀，海葵不是，要是他们俩也不会大吵一架呀。怎么吵的？说来也巧了，那天呢，我打施世宗的房门前走过，他房门半开着，他们俩正在吵呢。我就好奇偷听了一会儿，原来呀，海葵在他的床底下搜到了一张图。海葵骂他是奸细，听他的口气，那图上画的一定是澎湖列岛的布防图。爵爷，您想想，要不是奸细，他费那么大劲儿画那画干什么呀？有道理。哎，那个叫姚云的也参与了吗？不用问呐，他一定是同伙，要不然老待在台湾干什么呀？说不定他还是指使者呢。好，你要注意监视他们，不过千万不要露出马脚。你现在还跟随海葵吗？自从上次执政建国以后，他就不大搭理我，不过也没有赶走我的意思。你不要离开海葵，你呀要向他赔礼道歉，千方百计留在他身边，这样你才能搞到情报。我说话算数。要是你能搞到这张图，破了这个奸细案，那么我禀报延平王，给你个2品都使。哎呦，官儿嘛，我要不要都无所谓，我想要个人，不知大人您能不能成全？要什么人？就是那个姓姚的。你呀，吃100个豆子也不嫌腥。皇上，吴启觉、李光地引着福建总督姚启圣来了，外头候着呢。宣他们进来吧。这，皇上叫起。请吧。臣恭请圣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赐座。你就是姚启圣。回皇上，微臣正是姚启圣。和朕想象中的相貌几乎是完全一样。啊，朕有个习惯，在看你们这些封疆大吏的折子之时，总通过你们的用词字体来判断你们的德行才智，甚至是性格相貌。
说来也怪，十有八九倒是吻合的，落空的不多，对吧，吴启觉？只有皇上有如此颖悟。灵性也是因人而异的。姚爱卿怎么看？回皇上，那是因为经得多、见得广了，自然有了经验。刚才皇上用的是推断的办法，这跟审案是一个道理。三个人三种说法，真是因人而异。姚启圣的这种说法是最不讨好，但只有他说的是对的。姚启圣，臣在。你身为一省的大吏，有什么事可以给朕写奏折？为什么非要亲自跑来觐见呢？回皇上，奏书写得再详细，总有隔靴搔痒之感。比方说对台方略，或剿或抚，或剿抚兼用。施琅又有一个因剿御抚的说法，这都非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。若臣哪一句没说明白，皇上想问一问，来往信札路上就得2个多月，不如当面说得透彻。有道理。这么说，你此次前来是专程为了台湾之事？回皇上，臣一得知延平王已死，台湾内乱的消息，就日夜兼程赶到京城来避见。李光地和吴启觉已经向朕转达了你关于台湾内乱的折子。依你看，现在可以平定台湾了吗？皇上，机不可失啊！你的奏折朕看了3遍，可是打台湾须得靠水师。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却跟朕说，台湾异常难攻，且不必攻，还说台湾敌将勇猛无比呀。姚爱卿，你对此有何看法？你知不知道这个万正色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回皇上，有此想法的不只是万正色一人，拉哈达、赖塔也都怕他要命。这是一群贪生怕死之徒。姚启圣，你的言辞比朕的还要激烈。吴启觉，臣在。你读读，朕是怎么回批万正色的折子的？该员魏服贼将一致于此，成何体统？说台湾不好攻，且不必攻，这是想把台湾拱手让于人吗？出卖疆土，历朝历代都是国家社稷之罪人，朕不当这罪人。皇上圣明啊！吾王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臣冯锡范禀奏延平王，遵照我主旨意，臣拟就3份谕事，请延平王亲口宣读。众臣平身。谢主恩。延平王郑克爽谕示，任命曾明为左龙乡将军，任命曾志为右龙乡将军，钦此。延平王千岁，我主千岁。平身。谢主洪恩。延平王郑克爽谕示，任命冯锡圭为兵官，任命冯锡义为刑官，罢谢贤公官职，钦此。延平王千岁，我主千岁。平身。
谢主洪恩。延平王郑克爽遇事，水师左虎卫朱林赴监国通敌叛逆，背着延平王赐予清廷议和，阴谋出卖台湾，交刑部议处，钦此。不，来人，干什么？带走，带走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主千岁，千岁！主右失权，奸人握柄，台湾危急。自立乾坤之患，甚于水火，民心怀忧，吏心怀忧，军心怀恨。若再苟且等待，似奸谋成时，则是朝廷之奇耻大辱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待我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待我。朕如今正为朱林、董太妃以及傅卫林的处境担忧。朕也为台湾的黎民百姓而担忧。这个冯锡范，我启决，严某。这。既抚明珠，贼中必趁离扰乱。宜趁机抵定澎湖、台湾。总督姚启圣、巡抚吴兴作、提督诺迈、万正色等，与将军喇哈达、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制，将绿旗州师分领前进，务期剿抚并用，抵定海疆，无误时机。吴启决在，速送保和殿大学士李卫。让他召集内阁大学士和6部重臣一起廷议，并火速传谕福建，交付都城边将实施。朕要借傅卫林这份密报，在朝廷营造出临战前的紧张之气，以此来震撼宗室诸王连同朝中重臣的胆怯和疑虑。对了，你把这份密报送给侍郎。让他看一看，他自会明白朕的用意。将军有何感受？台湾王室衰微，冯氏篡权，东宁府走马换将的消息，姚志泰已告知了我。台湾自立乾坤的狂热者窃居要进，冯锡范正准备王袍加身，台湾局势的恶化，将迫使皇上不得不当机立断，做出决定了。将军，是否还有简奏要我代呈皇上？谢皇上以密报使臣，谢侍卫大人亲临指教。请转奏皇上，侍郎虽愚鲁笨拙，但深知皇上怜爱信任之情。为阻隔台湾自立乾坤之患，侍郎愿以全部才智和忠诚，接受宗室诸王和6部重臣对侍郎的全部考察和看审。花溜鼓角，老将风云，吴启决为将军祝福了。多谢侍卫大人，先告辞了。
见到你，听你诉说对我的思念，醒来却不见你的剪影，只见海天相连，相连，相连。我托海鸥捎个信，问候你是否平安。海鸥带回美好的音讯，你给我同意的祝愿，祝愿，祝愿。等到那一天走出梦境，阳光迎接我们的笑脸，哦，一起扑进母亲的怀抱，愿大海的清润泽血脉相连的土地，直到永远。愿大海的清波润泽血脉相连的土地，直到永远，永远，李公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皇上要开我的缺吗？真神在此，恕侍郎肉眼凡胎，没有认出。我还以为你真带我去澎湖玩呢，原来你是个奸细，我真是瞎了眼了。没错，一猜就中。石世宗他是奸细，准备为他出手。皇上，机不可失啊！